2就是其中的一幅。画面中的人物啊，呈现出了一种自拍式的视角，像它这个4角的这个相机的定格线，也是将画面定格在了其中。那么这个系列呢，其实也是2002年就开始了，然后他以自身为模特，记录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然后也是以一种意识流的方式，将现实和虚幻交织在一起。那么它整体也是有一种非常赛博朋克的感觉，然后将音乐啊、新媒体和各种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整体也是非常的隐晦啊。是，然后也带着一种私密性。那我们旁边的这一幅稍微大尺幅一点的是宋坤南湖系列之6。也是这个南湖系列呢，是宋坤在研究生期间所创作的作品，也是就是非常的有代表性啊，在他的创作生涯当中，非常有阶段性意义的这么一件作品哈。那么南湖呢，其实是他当时在央美附近的一个居民区，那么其实也是对他当时学生时代的一种缅怀。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它表达了一种就是在城市化的一个进程当中，所带来的像是废墟啊也好，或者说改变也好。是的，带着一种在废墟中重建的这样一种冷漠的疏离感。对，就是一种人性的感觉，其实好像有点被抹掉的感觉。是的。那么这边的话呢，中间的这一幅是张雪瑞的作品。那张雪瑞呢，他其实我们看他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非常直观的看到2个元素，就是这个格子和这个渐变色的色彩。而且在他创作的过程中，他基本是以3个点为定点，然后它的颜色和格子会向整个画布周围散开。那么它其实是在静格空间和麦乐画廊都有过展览的。那么这件作品也是当时曾经展览过的作品，也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这边有一幅欧阳春比较早期，是03年的作品，是露天电影5，它也是一个系列作品。它其实这幅作品呢，是欧阳春作品当中比较难得的一个笔触比较细腻，也是整体的画工比较深沉的这么一幅作品。也是描绘了咱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少见到的一个大家都在一起看露天电影的这么一个场景。是的，而且它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有各种各样的元素在里面哈，也是他作品中非常难得一见的。像这边有可能就是上海抽象画坛非常重要的曲风国老师的，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四季系列。像曲风国老师创作这个系列也是历经了10几年的时间。然后这是不断。对，这是四季系列之冬。那么像这边的马淑清老师的作品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首先这个颜色也非常少见，那么整体这个圆形的画布结构也是非常的少见。通过一个抽象的色彩，在时间与空间之间进行不断的探索。那我们这个格子也是一些比较偏抽象的作品。像我们中间这幅观音夫也是凯旋画廊代理的艺术家。是的，然后也是它非常标志性的以这种非常厚重的颜料。那么其实这几位艺术家他们以不同的媒材，对抽象绘画的这个语言进行一种别样的探索。那么这边呢是李一文的作品，他呢主要是以废墟美学出名，然后他的画面有着一种非常理性的和冷峻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画面中的这些元素，楼梯啊，或者是这种旋转的形体，也是他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元素。对，李一文老师也是，就是经常会用一些很纯粹的景观啊，像这个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建筑来表达，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他自己的感情。像可能这幅画面，可能它主要描绘的就是一种比较孤寂的感觉。那么这一件呢是王媛媛老师的作品，他呢之前在玉兰堂和宋空间都办过展览。对，然后这一幅它也是就是王媛媛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充满神秘魔幻感的风景画。它其实最近呢也是越来越受很多藏家的关注和喜爱。是的，所以喜爱王媛媛老师的作品的藏家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一张。像这边这一幅呢，就是叶灵汉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 Lucy 系列的其中一张。那这个系列最开始创作于2016年，那么它也是将科技和艺术
相结合，包括像它这个颜色这种荧光色，这种科技感也是它非常经典的绘画语言。然后包括它画面中的这种人物形象的剪影，也是借鉴了马蒂斯，所以也是它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绘画图像。它也是以一种非常当代的视角，将这个古老的人类的祖先和这种网络的这种素材给融合到了一起。像我们这边一个格子也是比较偏抽象的题材，像裘德树、蒋志、许江、王义刚以及这边的陈玉军。那陈玉军老师的作品呢，他主要是以木兰溪为主题，将各种不同的媒材进行拼贴。然后他现在也是视像空间代理的艺术家，然后今年也在视像空间举办了个展，对，他也是一直很受到藏家们的喜爱，然后也是他的作品被很多机构啊和个人都有收藏。是的，然后这一件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格子呢也是我们这回的秋拍的一个亮点，是那个 W 汪海涛先生的收藏的一小部分吧。因为他总共一共有60多件嘛，这是可能其中的5件。是的，分散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场次里。那么比如说这一件梁浩的作品，就是非常的典型的他的这种绘画风格，他也是继孙一田之后 Bank 代理的另外一位艺术家。那么他主要是以这个首饰和不同的器皿作为描绘的对象。其实他整体的技巧也是非常的好的，包括他整体这个布局也是非常的有戏剧感。像是一双手啊，然后注射器，包括一只鱼，就是他具体在画什么也是非常的引人深思。是的，令人遐想。这幅高露迪的舞亭图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因为高露迪其实是现在90后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其实可以说是。是的。而且他现在在龙美术馆也有同步的个展。那么像他这种荧光色也是他非常标志性的色彩，他所描绘的是一个江南的这种非常传统的景象，但是他以一个非常当代的手法去描绘。我们其实也可以从中看到很多就是园林的那个元素啊，像假山石啊、拱门什么的，大家可以找找看。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作品，而且它整个的块面结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那其实高露迪也是以一个非常年轻的视角，然后或者说以一种非常夸张的色彩去重新诠释了就是人们既定认知观念当中的一个江南景象。是的。那么我们下一张。张子飘的这一件早期非常难得的作品哈，她呢也是现在90后艺术家非常炙手可热的女性艺术家之一。那么早期的这一件是她3个系列中的极度。对，她的创作可以分为3个阶段嘛，就是我们常说最开始的极度湿润，后面的春光乍现，到最后的一个月震这么一个一个进程。像这一幅呢，就是它比较早期或者说一个比较具象的这么一个极度湿润的阶段的作品。那么这个阶段其实也是它的转型时期，从非常具象到非常抽象的这样一个过渡期。那么这个时期，它经常是以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包括这种记录的形式为主。那么包括画面中很多的颜色、笔触和这种元素，都是它日后，这个系列中经常会出现的这样非常经典的元素。其实也是一个早期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件作品。是的。那么这边的话呢，这一件菊亭也是他这个加减系列里面非常难得的一件大尺幅作品。对，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件作品。他的这个作品经常是对时间的一种探索，在非常厚的颜料中一层一层的叠加，然后再用刻刀，一点一点的刻画出这种细节。他的这种绘画的方式，也是让他的这件作品也是同时承载了绘画呀、雕塑等多重的一种属性在里面。是的，也打破了这个绘画的边界。而且他这个创作手法也是结合了版画的创作手法，也是非常的新颖，对媒材的一种新的探索。包括我们从视觉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因为是一层一层的丙烯颜料叠加起来的，用这种进行刀刻的这么一个手法嘛。那我们其实从不同的角度也是会给我们的观感带来不同的体验。是的。
像我们这边有一幅黄一山的九鱼图，那这一件九鱼图呢，也是黄一山画中画系列的非常精彩的一件作品。那它在2维的平面当中呢，也是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综合媒材，像是 PVC 板呀，或者说是像木板啊，或者是瓷砖呀。然后经过了一些精心的设计，是在一个平面2维平面当中一个融合体，然后去呈现了一个3维立体的感觉。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手工感。对，然后所以说也给他的这个作品带来了一丝就是工艺感。对，是的。然后包括你看，但是看他这个画面中的这个金鱼，因为九鱼图嘛，这个金鱼的刻画其实也是非常细的，非常栩栩如生的。是。然后，但是我们又看似这个金鱼在自由自在的游动啊，但它实际上又被困在了这个鱼缸里面。其实也是对于当下生活状态的一种沉思或者反思吧。是的。但是我们又说啊，这个东西在中国文化里面，九鱼图在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是有聚财的意思。那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鱼被困在这个鱼缸里，就是你的财气被困在你的家里，走不掉了。聚财这个寓意确实是非常的好哈。那么我们旁边这一张呢是谢墨岭的作品，那么它是将这个用机器来代替画笔，然后产生一种手工达不到的这种精细感。我们这边还有一件就是李伟、刘志英老师的雕塑。那他们也是玉兰堂现在代理的艺术家。然后这边呢是韦佳老师早期的一件作品，是他说再见系列中的第4件。那么他的作品呢，大多数以少年和青春为主题，有一种现实和梦幻交织的场景。那么他这个期间的作品呢，早期受到了石板画的影响，然后千禧年初开始寻求突破，在他的画面中融入了许多卡通形象的这样一种元素。那么这一件说再见4是2007年 Say Goodbye 系列中的一张，也是他风格转型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对，他也是通过说再见这系列创作开启了他后面长达10余年的一个剧场式的绘画方式。那我们也可以说，他这个系列呢，也是在韦佳的创作生涯当中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意义的系列创作。而且我们永乐春拍也是这个系列创了艺术家第2高价的这么一个作品，应该是这个系列的第3件，第3幅。是的。所以这个系列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转折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与早期作品相比啊，它可能这件作品的它的构图更加的复杂，然后空间也更加的立体一点。然后这个也是他当时2011年幽冥微暗非常重要系列中的一张。那么这个整体的画面结构是他当时在重庆南山造访这个名人故居的时候，然后以这个名人故居的结构为背景，然后整体也是非常的复杂，然后明暗关系也是非常强烈的哈。整体的构图呢也是非常的考究。那么像左边的这个难以分清性别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可能也是象征着我们生活中的这种种种的困难和这种难以抉择的选择。那么像这一件是塔尼亚的作品，也是非常的经典，以她这种女性的脸庞和这个非常大的眼睛，也是她非常经典的元素。那么她画面中呢，也会经常出现这种镜像的图像，因为她本身对于拉康的这种精神分析理论也是非常的痴迷，所以这种镜像的形象也是代表着自我与超我这样的一种2个形象之间的对抗。那么它其实也是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呈现出一个女性凝视，然后也是重新诠释了女性在这个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吧。那么这一件呢是齐蒂纳罗德的，那么它也是。他也是就是目前在二级市场上人气很高的一位泰国艺术家，可以说是屡破他的记录。对的，包括我们这个2022年永乐秋拍也是破了他个人的最高纪录。然后这幅作品也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画面，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物，然后完了一个整个
画面气氛非常的欢脱愉悦。是的，而且像包括它这种极度拉长的人物线条，然后人物是没有面部表情的，然后这也是它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包括它的这个也是说极富热带风情也好，还是说是东南亚风情也好的这个色彩，也是它非常标志性的符号之一。是的，也可以看出对生活的这种热情哈。这一件贡坎也是非常特殊哈。这一件作品，那么它的主要这个创作主题是源自于他当时在纽约的灵感，这个黑洞的灵感。那么包括像它的这个小的这个元素也依然是在的。这个其实是原本是在画作当中的，但是也可以拆分来看的这么一个很巧妙的构思。对。那么它这个系列呢，主要是探索了自己的内心，有一种这样自省的心态。对。然后包括疫情之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疏离感，包括就是可能疫情之后大家的一种压力呀也好，或者说是内心的封闭也好，因为这幅作品叫《只要敞开心扉，爱就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是一种鼓励大家的一种很乐观向上的一种人生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非常的整体的色彩非常的鲜艳，可能唯一暗的部分已经被拿出来了，包括可能在这个心境这块，虽然是黑色的背景，但是也有一只鲜花在其中。是的，非常顽强的这种生命力。那我们这边这一幅是贺勋的《家的样子2》。其实当时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是同时创作了两幅，两幅的构图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可能色彩上会有一些区别。是的，然后那另外一幅呢，已经被新美术馆馆藏了。那这一幅目前在我们的这次秋拍上拍，也是非常难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一张张云瑶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首先，它的这个眉彩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以石墨在毛毡上进行的绘画。然后他现在呢也是东画廊代理的艺术家，然后也是现在年轻艺术家中比较热门的艺术家。那么他这件作品曾经在乔空间也做过展览，然后他整体的画面呢也是借鉴了两件艺术史中非常著名的作品，其中一个便是詹伯隆纳的雕塑《强掠萨宾娜妇女》。那么它整体的这个尺寸也是非常的大，所以给人一种非常宏伟的观感。这样看其实还是比较震撼的。是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一边，这边有一幅欧阳春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是它主要也是探讨了这个中西文化之间的区别。那么其实用赛义德的话来讲说，那其实西方一直是以一个另类或者是他者的视角来诠释东方主义。那其实欧阳春呢也是以一种非常孩童式的手法来描绘了一个东西方的这么一种文化冲突、文化对比的这么一个场景。我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东方主义是不是就是说可能就是西方人比较精致，可能东方人就是更稍微那什么一点。对，我觉得欧阳春也是以他的一种非常直接非常涂鸦式的一种方式，去对这种所谓的东方主义进行了一个，就是非常戏谑的这样一种描绘风格。那么这一件早期的谭咏麟的作品，是他的转折时期，从具象到抽象的一个转型。那么他的画面主要是以这种非常模糊的面孔为绘画主体。他这人物的表情就好像也是在隐喻着就是在社会转型当中或者说他自己的人生转折期的一种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是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件张子飘早期的作品，那么这个属于他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他春光乍泄的这个系列。那么它主要是以切割的这个手法为主，它尤其是对这种切割感，或者是对于生命流逝、徘徊在生死边缘的这样一种感觉的非常的着迷，有着一点暴力美学的感觉。那么这边呢，就是 Carolyn Walker 的作品，他现在是 David Kordansky 代理的艺术家，然后他主要是记录了女性生活中的这些平凡的日常，可能有一些劳作或者是做家务。那么他也是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身份，希望以他这个女性的这个不同的视角
来重新定义女性的这个地位。那我们这边墙上挂了，还有我们也是韦嘉的一幅比较早期的作品。是的，这件作品呢叫《透明快乐者》，也是他早期比较经典的作品。那么虽然生活充满荆棘，但是也要仍然快乐面对，也是表达了艺术家的一种人生态度。是的，尤其也是可能想与过去那些不愉快的说再见，挥别过去。那么这一件呢是 Daniel Orchard 的作品，对，他也是85年出生的一位，算是比较年轻的美国艺术家，目前是被贝浩登代理。那我们看他的这个画面啊，他这种高饱和度的色彩和他这种稍微带点抽象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也会让我们想起2位艺术史的大师，毕加索还有马蒂斯？对，然后他也是在向2位艺术大师致敬的同时，然后以一种更为抽象的手法去重新描绘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我们看旁边这一幅，也是一幅高露迪，我们刚才讲过，非常受欢迎的一位90后艺术家的作品。那其实像这个画面当中，它是叫6个桃子嘛，那其实黄桃也是他非常经常描绘的这么一个对象。那其次黄桃在被生产的过程中，它其实每一片都被切的一样大，它其实已经脱离了它最初的一个作为水果的这么一个自然属性，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业产物了。是的，而且像高露迪他所描绘的这些图像，也基本是借鉴了网络和这些个新媒体的一些图像，也是对它的一种重新的挪用与再现。那么这一张呢是孙一田比较早期的一张作品。他将这个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甜品，这个冰淇淋作为画面的主体，那么他把它无限的放大，而且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画面是非常有巧思的。然后它有一些这个 PVC 塑料管做成的这个彩虹糖，也非常的可爱。整体的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然后也是对这个资本主义下的这个人们的欲望和享乐这样的一种反思与探索。那我们旁边这一幅就是孙一田的左手右手，就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造物系列，也是他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一组两件或者说是双联画的形式呈现。那其实也比较有意思啊。孙一田自己也说，他其实像这种一组两件的形式的话，其实其中的一幅从另外一幅当中诞生出来的，那其实那它就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我们所谓的双联，因为它是角度不同，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观看它的视角也不同。是的，有一种视错觉。对。那么其实这件作品它灵感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动画片，就是《少年骇客》。那么它主要是探讨了英雄主义。那么在美国资本主义下，那其实英雄主义也是逐渐的侵蚀了人们的这个精神社会。那其实孙一田也是通过这个黑格尔和齐泽克的影响，然后来探讨资本主义下对这个恋物癖的一个深刻的反思。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也算是严彬的一个小专题吧，有三部严彬的作品，天空之下、红色切口和4个土豆。那么我们这一次也带来了2张严彬非常少见的，首次呈现于2级市场的2件作品，一个是以树和红色切口为主题，那么另一件是以他最熟悉的农具为画面的题材。对，严彬自己也说，他就是来到了北京之后啊，也是经常感觉到焦虑不安。只有在画这些他比较熟悉的农具啊，或者是农作物的时候，他的内心才能就是安定一些，才能获得一些安全感。是的。像这幅《天空之下》也是他当时个展系列的一个海报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对的，然后也是他比较少见的以农具为题材的。那么像它的这个土豆系列也是2级市场非常经典的一件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它最开始是2012年开始的，然后它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农作物无限的放大，赋予它一种非常精神性的这样一种很神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包括它的这个笔触啊、明暗的对比，都是凸显了它的一种精神性，非常富有仪式感。那我们旁边这一幅是冷广敏的作品，我们也是
这一场有3件冷光敏的作品，这是其中之一。那么它整体的画面呢，也是，想要突破于画框的这样的一个束缚，感觉它也是有一种视错觉。那么在一个2维的平面上，也有一个3维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对，我们仔细看它的画面，它其实它的画中的元素是非常具象的，但是它整体像您刚才说的，它那个视错觉啊，就整一个构图，它又带一点那个抽象的构思在里面。是的。旁边的这一幅是崔洁，也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件作品。我们都知道崔洁嘛，他其实最常描画的就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时期的一些建筑。可能像这一幅，他描绘的就是一个工业厂房，或者说是一个被荒废了的工业厂房。也是在这个时代交替下，透露出这样人的一种焦虑和迷茫。那么其实崔洁呢，他是和3米画廊和天线空间都有合作。那么他现在的个展也是在西岸，上海的西岸美术馆，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就是20世纪回望与足印。那在中国早期20世纪的时候，有这样一批大师呢，在当时一个特定的环境与空间之下，也是创作了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批经典之作。20世纪呢，尤其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哈，而且呢，很多大师都是留日或者是留法，所以他们都是致力于将中西方的艺术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一次回望与足印的专题，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吴冠中先生的几件纸本作品，包括像于本老先生的2件油画，然后还有周碧初当时他在印尼写生的这样一个经典作品。那我们日常呢，除了我们刚刚看过的新浪潮、20世纪，还有一个我们首次为大家呈现的玲珑塔，也是一个就是小幅作品系列。这是真的是非常特殊哈，因为它的不只是尺寸小，而且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包括整体的布展也是非常的有巧思。那么我们整体呈现的这个空间，包括颜色的布置，也是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家的感觉。看一下。那么我们玲珑塔的这一边，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墙上也是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作品错落有致的排放着，也是我们这回的在布展的时候也是经过一些设计。是的，像包括迎面而来的这一件陈可，也是他早期在研究生还在四川的时候的一件作品。那么像这一张季心，也是他早期非常经典的作品。包括左边像有邱瑞祥、刘晓辉、邱小飞等，它虽然尺幅很小啊，但是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这些艺术家的一些非常标志性的这么一种作品。那么这边的话呢，也是张子飘2张非常早期而且也非常难见的小尺幅作品。像这幅段建宇的《疯狂的购物袋》，也是当时段建宇参加了这个以老梗为由的一个展览，然后是致敬耿建义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这边也有廖国和，然后也有这个蓝昭行，然后还有孙大亮，然后包括马科，他们的题材和风格虽然不同，但是放在一起却是非常的和谐。那么这边的话呢，也是我们为藏家呈现的另外一种摆放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墙上的作品也是来自于不同的艺术家，甚至是不同的材质、不同的主题。但是当他们这么错落的摆放在一起，也是不会也是比较和谐，是非常的有美感。是的，像这一张呢，那它可能就是非常的古典风，那么这一张就是非常的现代，那么它有非常抽象的，也有非常具象的，放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和谐哈。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10张陈可的一个小纸本作品，也是都是出自于他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孤单，也是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这么一本出版。是的。也是记录了他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画面和一些记忆啊，也是来自于他的个人经历。然后我们在这个玲珑塔的最后呢，也是一张黄雨星，我们的第4张黄雨星啊，一个比较小幅的作品。它虽然小呢，也是应有尽有啊，但也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河流，都涵盖在其中。是的，正所谓是方寸之间包罗万象哈。
所以我们这个专题也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然后也是为广大的藏家提供一种不同的选择，然后也让他们有一种全新的前卫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现当代部分的导览也就到此就结束了。那我们的秋拍的预展也是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持续到28号，然后我们的夜场也会在29号的晚上进行拍卖。然后我们的日场也是会在30号下午1点半开始，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拍卖和预展情况。谢谢大家。大家。